欢迎收看《关键时刻》。之前在中国的网站释出了一段的影片，这个影片就是透过无人的空拍机，仔仔细细的，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出云号，把停泊在港口的出云号居然远、中、近非常清楚的贴着甲板，一路的滑行，一路的拍摄所有的细节。另外就是连在横须贺港里面维修的雷根号，也是从高远近非常清楚的拍它整个大修的过程里面。而这个影片出来以后，当然震惊了全世界。我们刚刚讲到的，日本的防卫照理讲应该非常的严密，你怎么可能说你现在的航空母舰最新建的类似航空母舰出云号，怎么可能被人家拍得这么一清二楚？当时的说法是说，这有没有可能是 AI 合成的？这有没有可能是假的影片？但没有想到，透过日本的仔细的比对，日本这2天他们确定了，这真的是空拍机拍的。现在看起来是中国的空拍机，而且是一个民间的游戏玩家他所拍摄的。如果连一个中国民间的游戏玩家，他都会透过一个空拍机将出云号、将雷根号拍得清清楚楚的话，那这些的战舰它还有什么机密可言呢？好，在这段里面，资深媒体人韦德也加入我们的讨论。瑞德，你好，大家好。好，是哦，刚才讲，上表我们前一阵我们还讲，这个影片突然跑出来，对，跑出来以后居然拍的巨细靡遗，这无人机，无人机进到这个地方难道没有管制吗？你不要说好，雷根号现在在岁修当中，可是这个在服役当中，出云号出云舰居然拍的这么仔细，现在确定真的是被拍的，没错。事实上，目前我们看到2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有无人机在拍，你看，这是疑似它要降落在日本的出云号。那这是什么时候？3月26号释出的画面。那这一段画面是比较新这个释出来的画面。这一段画面是什么呢？它在横须贺基地里面拍的，因为刚才那一台出云号在横须贺基地，那这一台雷根号也在横须贺基地。我拍了，拍它似乎在这里面做一个维修的这个状况。那因为这个画面，这个影片呢，原本是3月26号。在中国的网站上面揭露，他就说什么？我在横须贺拍了这个所谓出云号的相关的画面。那这一共有19秒的时间。那一开始的时候，那日本政府看到，这个日本这个中国网站居然有这个画面，怎么可能来去自如？一开始认为说是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他说这个是人造合成的问题啦。那这样，他们经过后来经过仔细的这个判断之后，他们证实说这个真的是真的。那这是真的，知道？那上个礼拜5月9号的时候，日本因为他们已经确定这是真的画面之后，他们内阁还开了一个国防保安会议，会议确定说，那这是怎么回事？那怎么回事之后，后来就说好了，那我们因为调查这件事呢，可能要花太多时间，所以就说那就算了，我们就没有调查。但是他们会说，为什么会让人家拍这一段画面出来？而且刚刚讲的，他们防卫省非常确定是里面建筑物的阴影、树木、海浪周边的状况，而且还去分析出云号甲板上船舷号有没有不自然的地方。对，结果现在确定了，你从树木的影子，从这个舷号，从这个阴影，确定它真的是从上空飞过实地拍摄的。对，我刚才讲就是3月26号就出来了，但是呢，日本一开始真的很盯紧在做这件事，所以他们确认他们还比对了，这个阴影看起来不像是合成的啦，然后旁边还有树木还有一些摇晃啦，然后海浪波动的状况跟我们这个航空母舰的这种状况，看起来都不像是假的，因为如果你 AI 合成的 ，AI 合成你可以找出破绽，但是不是 AI 合成的话，它找不到破绽，就找不到任何的破绽，那么找不到任何破绽，它都没有任何不自然的这个地方，那于是他们就判断说真的是真的，他们还有你看防卫大臣还出来讲。我们得出来的结论是，这个视频很有可能是真实拍摄的。防卫省和自卫队呢都认为及时重视这个分析结果，因为无人机对防卫相关的设备造成的这个任何伤害，都是可能严重妨碍日本的防卫。随着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有可能会出现更多难以探测的无人机，所以日本是很认真在说这件事哦。而且日本的共同社还特别找了这个发布的这个网站的人，透过他的 Twitter 直接问他。这是你干的吗？对，那好，那这个人还说真的就是我干的。然后他说我没有做个任何干扰。他说我这个拍的时候，因为一般都说那没有人来干扰你，他说没有，我就飞上去都没人管他，干扰。好，没有人干扰的时候，那就说你这样子是违法了。不过你也没有造成任何的状况。然后他是违法，好，那我以后不会再做这件事。他承诺以后不会再这件事。那所以也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不是讲到第2片雷根号吗？对，就是他说不会做这件事之后，他就把雷根号放出来了。
他说这是危险的，对，这是违法的。是，他说如果是危险的 risky 的话，对，我就不碰了。对，就没想到他又干了。对，他就说好，你说既然没事嘛，OK， 我不会再犯。但是这是我之前就拍了，所以我把它丢出来。你看这，所以才会有这第二个影片，就是这个雷根号的这个影片。好了，雷根号这个影片的时候，就没想美国政府就说了，美国政府就说，我们呢开始调查。他说呢，这个从这个拍摄的电影来说，他拍摄的影片来说的话，真的有可能是真，我们没办法调查，看起来很像是真的，但是我们没办法知道说他是怎么拍的。他就说了，他没有迹象显示有无人机飞越雷根号，就当时我们真的找不到任何有这个所谓蛛丝马迹飞越雷根号这个状况。不过他拍的真的很真，因为他连里面人员在走动的这个画面啊，很多都是很像是真的，连人员在甲板上走动都被拍到了。对，而且更夸张的是，他这一次第二次的时候试出来，除了雷根号之外，他还有另外几艘。包括说什么蓝岭号的2栖指挥舰还有几艘驱捕舰，他全部都给你弄得非常清楚。所以也就是说，这一次呢，进去横须贺里面来说，把所有的都看得光光。而且他现在，所以你拍了出云号，你居然还没有高度警戒，对，还又让他拍了雷根号。而且他之后呢，就把他的封面呢改成雷根号，而且他说这个我现在是什么世界首席无人机偷拍艺术家，他还自己这样呛虾。那这为什么引起这个日本的注意呢？因为宝杰，我跟你讲。因为他拍的地方，如果你是说，我在外海，那你拍或许还可以接受；你在港口被拍，可如果你是他是在横须贺军港里面军港里，他在横须贺。我们跟他讲，如果你去我们左营基地好了，我们左营基地附近是不能够飞无人机的哦，任何地方都不能飞。而且你飞上去的时候，照理说了，你一个这个出云号的这个航空母舰，雷根号航空母舰，你如果万一宝杰问你。如果这个飞上去的这个地方，如果我无人机可以载炸弹，我可不可以丢到你？当然可以。当然，那你为什么没有任何干扰？而且这个网友说没有任何干扰，而且现在美国还说，我们也真的没有任何的，当时没有任何讯号飞越雷根号。他还特别强调没有飞越我的上空。对，那到底是怎么拍到这些影片的？那所以现在他们要检讨横须贺基地，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都会有干扰的措施，有一些防范措施啊。那而且你飞过来的时候，照理说我能够侦测到你，我应该可以把你驱赶啊、驱离或者讯号干扰，显然都没有。所以显然这一个无人机进来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日本你看他们还真的就开了一个会议，安全会议，正在讨论这件事，他们是很认真在看待这件事情的。好，那大家非常好奇是，那如果是真的被拍的，他到底用怎样的无人机？现在的中国的无人机。有这么精巧吗？对，目前中国无人机真的是相当厉害，他们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看他们的无人机呢，约莫就是一个这个手掌大小的这个无人机，然后飞出去之后，这个是它的无人机，对，那大疆无人机，对，然后飞出去之后呢，它可以这个制定锁定目标，譬如说我就说我要锁定刘宝杰，他就一直沿着刘宝杰，你到哪里去我就一直拍这样一个状况，它可以锁定我，对，它可以锁定你，而且它很轻嘛，它这个很轻很难发现。再来就是说它可以续航大概约莫4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你看它就一直跟着你，你到哪里它就一直跟着你的状况。最夸张的是它有20公里以上的传输时间，就是说它可以飞越我最远跟你的距离可以到20公里以上，对，那差距这么远，我都还可以把数据传回来，所以变成是说它可以飞越很多人类过去可能无人机没办法到达的这个地方，包括说你看他们现在用无人机飞越什么突破云层，飞到高海拔，它可以飞这么高，它可以飞到6、7千公尺以上。所以你看，它可以飞到6、7千公尺以上的话，那它真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突破。另外，它还可以什么？我们知道无人机这些机器，这都是刚刚那个无人机拍的。对，它很怕低温，它可以飞到哪里？它可以飞到北极圈啊，这个低温环境，因为他们这里面有锂电池，锂电池照理说没办法在这么低温下面运作，就它照样可以在这边拍。所以它等于是这样，它展示这些画面告诉你说，第一个，我现在无人机可以飞得很高，飞得很远，到很冷的地方都可以工作得非常好，而且我手掌大小这个无人机，而且我的传输速度照相回来的话，可以传输20公里一样，是 Full HD 的影像传输。对，所以这当然告诉你，我的技术是世界遥遥领先，特别是在目前是民用这一块。那你说军用可不可以做得更好？当然可以做到更好的一个状况。难怪乌克兰后来本来是用美国的这个无人机，后来受不了了，对，也跟中国买了。对，好，那除了这个无人机呢，他们有一个非常厉害，就是说我可以直接这个用 AI 这个所谓的视觉，就是我看到的画面是即时的画面，就是我现在拍到什么画面来说，我人就可以即时看到这个画面。所以这无论如何啊，等于是你在战场上面也可以应用这相关的这个技术，甚至你只要很敏捷的说用这个，如果你把这个电量关闭，或者说讯号断连的时候，它会自己飞回来的一个状况。而且这个是好几台的无人机同时在运作，而且这好几台的无人机它居然是 AI 来操控，所以它变成
一个群体作战。对，就是美国一直在讲的所谓的蜂群战术，事实上中国目前为止都已经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且它可以同步共享视觉，而且在空中被撞的时候呢，它不会坠机哦。你譬如说我们这样，很多时候地方会拦截你，对不对？用这个网子拦截的时候，它掉下来之后，它还可以再自己飞。如果有办法让它飞的话，它会自己再飞回去。所以等于说中国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无人机的技术呢，已经到了我们很难以掌控的这个状况。所以为什么美国说我们没有任何的迹象说它飞越我们？对。可是问题是，你看那个照片，就是它真的好像就是飞跃到你的上空的拍的这个感觉。美国说没有，可是问题这个画面就很像是飞跃。所以现在可怕是，不管出云号或者雷根号，你可能在不知不觉的状况下，对，被人看得一清二楚了。那我就讲，不知不觉我可以拍你，不知不觉我可以攻击你，所以这就是这个中国的无人机可能让全世界非常担心的地方。尤其是现在呢，现在其实先担心的是谁？先担心是俄罗斯，因为最近俄罗斯呢常常都被不明的这个无人机攻击。比如说你看这个伏尔加格勒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距离乌克兰其实也好几百公里远。就最近呢，居然它的这个所谓炼油厂被攻击，你看就是这样蹦蹦蹦，而且现在呢，在很多地方呢都可以看到，你看乌克兰民众都俄罗斯民众都常拍到这个啊，就无人机飞越我们的上空，然后就投下炸弹，或者说它攻击我们的这个情形。现在整个这个，刚才宝杰讲到，他用的无人机是什么？他用的就是中国制的无人机，他买啊，乌克兰来买中国无人机来打你啊。好，那除了这些画面之外，另外一个在这个前线里面来说，乌克兰也用非常多大量的无人机。我们看这个画面，这画面是什么呢？这是画面是俄罗斯的运兵车，它在走的这个状况，就在走的状况之下呢，它就被乌克兰的无人机锁定之后呢，它就直接把你攻掉，把你轰掉。那因为他们目前为止来说啊，他们的这个无人机可以改装，譬如说可以装4枚的82毫米的这个榴弹炮，或者说120毫米的这个迫击炮等等。然后他这边，他可以，因为他现在滞空时间更长，所以他可以滞空时间很长之后，发现你之后再朝你攻击。所以现在整个俄罗斯的这个军方他们说什么？你看他滞空很长的时间，然后就看到有价值目标，他就把你击毁。他们就说这个叫什么？巴巴雅加。巴巴雅加来说，这个是俄罗斯民间就是说，他们认为说这个就是一个晚上出没的一个恶魔啊。我们本来想说，你这无人机是小的无人机，你只能从空中直接垂直丢下来，是它可以等于说往前面攻击，而且是有效力的攻击。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无人机还有小型的这个所谓的可以。这个所谓侦察目标就发现你的这个攻击的状况之后，他才开始这个攻击你的这个情形。他们就说这个巴巴雅加，他们每次俄罗斯只要晚上听到好像无人机的声音，他们都很害怕。所以呢，现在目前为止来说，整个俄罗斯的这个俄乌战场上面来说，无人机双方都在用来用去。可是你知道，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来说啊，被证明好像是中国无人机真的还是双方都会用的一个情形啊。董事长，你现在说。中国跟美国、中国跟日本的关系真的越来越紧张，你怎么会想到出云号？它的这个是准航母，竟然被人家看得一清二楚，甚至连美国的雷根号，这么重要的航空母舰在这个船坞里面睡休，你都可以被拍到。但是中国现在很害怕，中国现在很害怕美国的所谓的提风，也就我们经常讲台风系统。这个台风系统，它现在在并肩军演的时候，放到巴拉望岛，甚至放到北边。如果这个提风系统有多可怕？它是将整个中国的东南半壁都在它的攻击范围内。你看它放到什么地方？它如果放到菲律宾的话，你看它如果放到菲律宾的话，它 cover 的区域的话，就是从上海到广西，全部在射程范围内。你看到没有？它的战斧飞弹是多少公里？2500公里啊！它标6新的战斧飞弹啊，对，标6是3700公里，370公里哦，370公里。我们的雄三是多少？400公里，400公里，对不对？所以它的长程战斧飞弹可以到2500公里，2500公里战斧飞弹的话，大概成本是$200万一颗嘛，对吧？我们现在讲说攻击力来讲，所以它直接可以打到它内地去了。那这个提风系统是最近刚刚第一次在这个在美菲演习的时候露面的，然后露面有48小时的实验，它很简单，48小时，它的概念就很简单，它的概念你看它是什么？它是个货柜车嘛，这是货柜车，它货柜车啊，货柜车后面是什么东西？是轮型车辆啊，那根本很普通啊，那代表什么？它到处拉了可以跑啊，打带跑，打完就走了，打就跑，它的飞弹打完就走了嘛，它的部署就是这几种飞弹。它可是它这个东西，它的长程到2500公里的话，就可以说等于西南东南半部通通 cover 到，从上海这个范围内都在它的攻击范围内。对，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啊，
它上海的一直到了广西都是那个最远的距离的话，它要到不同的位置，它要到冲绳的话就打得更远了。所以要看它放什么地方。可是它的主要是它的机动性，而它主要是当你战争要开始的时候，它用西高山洞把这个货柜车往那个岛上一放。然后飞机就飞走了，就走了。所以它开始就远程，根本不需要人，就远程就开始就射击了。那你说这个货柜它会自主运作，它会自主发射？它当然不是，它是遥控了。这个遥控早就不是问题了嘛，对不对？它的美国就算是一个班的兵力也没有问题啊，也很简单，3、4个人就把它解决掉了。对，它打完以后的话，1个小时它就走了。你再回击它，你也没有，它已经摧毁到它的所有的目标，它通通已经可以照顾到嘛。所以这个是美国现在最新发展出来的系统，而它机动性最强。而这个延伸是什么？就是这3年到5年左右，它整个发展的滨海作战团。滨海作战团就是把它的海军陆战队加上中程飞弹，对，跟战斧飞弹能够使用，而不要交给这些特种飞弹部队啦，或是用什么空军来做载体，直接就用海军陆战队直接干了。你看它那么简单的一个处理，它根本没有不要航母啦，不要航空母舰啊，它也不要从你说马六甲海峡就封锁你啊，它就吕宋岛，你只要敢打台湾，他就在那边打你了嘛。对，打的时候我跟你讲很简单啊，他攻击你的敌后，你的这个后勤基地的话，就把这个地方全部截断掉。你只要出海嘛，你只要说你部队要集结。你们记不记得俄乌战场开始2个月以前？俄罗斯在集结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已经提醒乌克兰了嘛，要来了嘛，所有的卫星照片通通出来了嘛。那个时候他也会来啊，而且他的你只要一集结我就知道了。他这个是任何小岛，任何荒凉的小岛，只要腰山洞可以停，他说停下来放了就走了他就离开了，然后他就有办法攻击你。打完了，那人也打完了，人是要有人走还是怎么样？所以你挡都挡不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所以这个的战力啊，目前我知道说这一次他在这个美菲演习的时候，已经做了一些操演。对，那操演完了之后，当时的解放军呢非常愤怒，好像有正式的提出抗议。我没有去研究到。所以这个提风系统是真的对老共产生威胁了。这个太离谱了嘛，这个太离谱了，那这个就直接就第一岛链封锁掉了。所以我们有一些友台的一些军人，一些的退伍的将领啊，在讲到蓝海的部分呢，我觉得不太正确啦。有人讲蓝海说啊，我们蓝海啊，它现在美国这个中共也发展它的这个鹰击飞弹嘛，对，鹰击飞弹的这个距离是1500公里，它也是以中程导弹。1500公里，那我看到我们友台有一个我们的国内的一个空军退伍的一个将领专家讲啊，1500公里表示它的作战半径直径范围啊是3000公里，就可以把蓝海全部都 cover 掉了，这都胡说八道嘛！而且你蓝海你打什么东西呀？蓝海全部给你打，都是海打鱼还是打什么东西啊？这个才叫标的物。上海一直干到深圳，全部在这个范围内。你说上海、广州、深圳，甚至广西都是它范围内。对，就是他讲，所以作战的标的物，它是彻底摧毁你的东南半壁嘛。那你根本没有作战，你的最附属，你作战要什么？要钱嘛。你所有的财库在这里啊，全部说他在第一岛链整个给你封锁掉。所以目前他最重要的是说，他有非常快速的机动能力。你看他这边给你写得很清楚，而且它只是一个货柜车，对，它的一个货柜车，它的货柜车，它只是一个像我们的货柜车拖着走就走了，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宇轩，当我们在看到这一张图的时候，现在有美国的将领突然讲什么啊？现在没有想到，关乎台湾安全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居然在冲绳，而且冲绳是干嘛？冲绳是有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放在冲绳不是为了保卫冲绳，第一个是台湾有事的时候他们可以最快过来，还有冲绳上面可以放很多东西，那都是台湾最需要的。宝仁讲个重点，包括冲绳也好，包括驻日美军也好，他们过去他们待在那边的目的是什么？培训，但他们说现在是为了什么？应急。意思就是说，当这个第一岛链它作为一个反制作为嘛，它的目的是什么？关门。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中国所采取的战略策略很简单，就是 A to A D， 就是说你只要进犯来犯者，
我有绵密的飞弹，我都可以把你打落。但这时候有一个问题，它没有办法解决，突破了。什么问题？冲绳是不是本来就在它 A2AD 的区域范围之内？对，就在里面。就是啊，台湾也是嘛，菲律宾也是嘛，所以美国搞懂了嘛。包括你看啊，现在川普这个前国安顾问，他以前是陆军的，开那种坦克，所以他是在第一线作战有经验的。他在讲的是什么？讲说我们必须要第一，美日安保协定我们绝对会落实哦。而且第二，他说钓鱼台也在我们的保护范围之内。第三，他讲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他说如果台湾包括两岸之间真的发生了什么兵凶战危，美国会不愿意派员保护？他说愿意会。他接下来这边讲说什么？他说会。美国呢，包括川普，不管是任何人哦，他讲到重点，不管是任何人，拜登当选也好，川普当选也好，请问一下宝力哥，他认为会不会替台湾出力？他说都会哦，因为现在的利益结构已经不是说什么哎呀，这个美国如何如何，中国如何如何，而是美国对于中国的钳制，以及包括日本也好，包括菲律宾也好，我们讲到这些重点基地，当然要加强。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在聊冲绳，为什么这个地方至关重要？各位你可能不知道，你知道光冲绳的海军陆战队哦，宝杰哥驻冲绳的美军，你知道有多少人吗？多少人？18000人哎。它等于是整个包括这个一整个大批的部队都在那边集结，而且光一些相关的港口也好，就有20几个。其中最重要的，各位你知道什么吗？加索纳基地。为什么讲加索纳基地至关重要？因为包括你说 F-15、F-22，甚至我们讲的这些侦察机、加油机，全部通通都重兵驻扎在这边。那驻扎在这边，你说它有什么作用？当然有作用啊，从城贺主。今天你仔细看哦，冲绳离台湾的距离其实也非常靠近，包括西南诸岛也非常靠近。它靠近的距离甚至到什么程度？比距离日本本岛还来更靠近。所以当他跟你讲，以前我们来这边是培训，现在我们来这边要紧急作战的时候，紧急作战很显而易见的这些驻日美军、冲绳的美军，它只有一个标的嘛，这个标的会是谁？中国舰艇、中国的空军。所以它可以确保自己在最有效的第一时间之内，马上应急迅速启动嘛。而且它里面还不只是只有我们讲的加索纳这个最重要的基地，包括冲绳7个基地，他们讲了一个重点哦，这叫快速反应力量。你各位你就讲真的吗？真的假的啊？有多快？真的很快。为什么？因为最近哦，这是连台湾国防部都没有公布的资讯。我个中华民国最距离两岸、最距离中共解放军最靠近，我们都没有发现，对不对？结果被谁发现？你知道吗？被日本的驻日美军发现了。你知道日本呢，他们联手做一件事情是什么？监控。他就在讲5月5号的时候呢，大概离台湾30海里左右的位置哦，然后就是刚好在我们在这个苏澳，就我的家乡宜兰那边跟与那国岛中间，这是切中间各30海里的地方，有一艘中国的军舰竟然悄悄过去了。但宝瑞哥，你知道他们掌握到什么程度吗？第一，航机，你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第二，来，你看这些相片。就是各位你现在看到的下面那一张比较灰的照片，它是清清楚楚的，包括549编号、611编号，这2艘舰艇都拍得清晰可见，而且这是第一次拍到哦，在靠近台湾位置。结果他第二次又被他逮到了，在什么时候？在5月9号的时候，又是549，又是611，就那时候靠什么区域？比较靠近这个与那国岛的地方。结果宝德哥，你有没有仔细到下面的照片跟上面的照片差别在哪里？清晰多了。对，几丢薄薄哦，一张雾雾的手晃到啊，另外一张高清，好不好？整个人像还有景深在那边，为什么会这样？代表日本跟美国联手，对于整个中国军舰掌握程度越来越高嘛。结果刚好配一个消息就懂了，为什么？美国最近把这个 NQ-4C， 也就是我们讲的海神无人机，调到哪里去？调到加索纳基地，就我们刚才加索纳基地。所以外界就在揣测一件事情嘛，会不会就是美国知道中国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动作，所以把更高精密的这种侦察机、无人机调到了这个加索纳基地，所以才可以拍到更清楚的画面。而你说日本这个东西顶多是这个协防吧、侦察吧，有什么大不了？当然有，因为最近美国是不是在忙一件事情？肩并肩，那美菲肩并肩，在这个联合军演的当中，包括演练了非常多的响定，包括把中国的军舰打掉，把中国的渔船打掉，断掉它的补给等等。如果你看到这一张图，就是整个提风作战系统的概念图。如果我把这个提风系统刚刚讲的，我放到菲律宾东南败壁在我的范围里面，可是我如果把这个提风系统放在了冲绳，放到冲绳之后，我的沈阳、我的北京
都在我射程范围内了。宝强哥，你讲了一个重点，它这个重点呢，反而不是说到底哪一个大都市可能会被沦为打击范围面，而是一个问题。今天美国要把提丰移动到任何一个位置，它所涉及的范围是不是可以把中国大陆第一线城市、第二线城市，甚至沿岸的都市全部都在它南瓜范围之内？当然可以啊！第一岛链由北到南有多少诸岛？如果连菲律宾它是属于南端，包括你讲的海南岛那边以北，全部都可以在笼罩范围之内，包括我们讲的冲绳都可以在它笼罩范围之内，甚至连西南诸岛可能都可以在笼罩范围之内。那请问一下，这代表什么意义？你以为的是 A to AD， 结果殊不知。你的全域，包括他们讲的提丰系统、战斧飞弹，可以打到最多至多到2000公里。你的中国境内根本没有一处是安全的，而用这样的目的是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如同我们刚才讲的，美国的这个前国防顾问，他讲到一个重点，最主要的是要让中国连打都不敢打，付出的代价太大，才可以吓阻战争。对不？我不知道你现在如果要行进，你要找定位的时候，你要靠什么？靠 GPS。对。结果美国现在要做什么？他说：“我可以从地底下的地磁，原来我每个地方的磁场都不一样。对，我可以把每个地方的磁场全部收集资料之后，我就在我的 GPS， 他不是担心打太空战吗？打太空战了以后，你把我太空上的卫星全部打掉以后，我怎么办？美国现在可以透过地磁来找方位了。对，其实现在来讲的话，不管是军用不是民用的 GPS 都很好用，它的定位已经可以精准到1公尺以内。但是 GPS 用了什么？全球定位系统，你要有卫星。如果你用三角定位，3颗卫星你就可以很精准。如果你有第4颗卫星就更精准。可是当打仗的时候，现在每个国家，俄罗斯、美国，啪往上打，你的卫星被打掉了怎么办？现在来讲，美国它用了一个新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把西妖拐这个运输机呢装上了一个地球磁场的定位系统。地球磁场以后打仗的时候，就算你没有这个 GPS， 就算你的这个卫星都被打掉之后，地球很特别，地球是行星里面少数有地球磁场，这个磁场量非常的大，你根本不可能消灭地球的一个磁场。所以当这个西妖拐上面有这个地球磁场卫星的定位之后呢，你没有 GPS， 你也可以自己去走。加上它的 AI 学习的话，它可以地球每个地方的磁场其实都不一样的。我不用卫星了，对，我不用卫星了，我直接透过地球的磁场来找到位置。对，所以呢，你再加上 AI 来讲的话，你可以把一些地球磁场的噪音给去除掉，所以你可以成功的降落，然后把这些误差降落到把它缩小到10公尺之内。所以呢，当大家都眼睛瞎了找不到位置的时候呢，你西妖拐还是可以把这些东西运送到你海外的一个基地。所以这个东西如果真的弄起来之后呢，大家以后就不怕了，甚至美军可以自己主动把这些卫星给先打掉。不是，我要不然就大家都没了。没错，大家都没有了。但是我的地球磁场，因为地球磁场这个磁线是非常大、非常神奇的，所以呢，它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套系统现在来弄的话，其实非常的可怕。所以美国之音就在讲，美国现在战斗机跟导航之中使用人工智慧，他讲说我是利用地球磁场作为替代方案。对，你每个地球上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当我可以确定到哪个地方的时候呢，其实我就可以掌握到超视站以外的超视站。好，那另外，它现在在地形里面把这种都大量运用了。对，其实 DARPA 又有出新招了，每次 DARPA 出来的东西都让人家觉得很惊艳。这是一个坦克车，这个坦克车呢大概20公尺左右，你不觉得这坦克车这眼睛长得很怪吗？怎么会有绿色的眼睛？为什么会有这个绿色的眼睛？因为里面没有人。当你绿色眼睛打开的时候呢，大家很多人就说，你怎么很像钢弹的风格？那是因为里面真的没有人，它代表说什么？它是无人驾驶，然后呢，它现在是绿色了，表示它运作得宜。想想看，在这个俄乌战事里面的话，常常打来打去，为什么会停呢？当你这边开罐头的时候，里面的人被打死了，你就算你的这个豹二，或就算你的这坦克车再怎么好，你没有人运作，你就动不了啦。你说这个是我在遥控室里面，在 AI 的。用 AI 算出来的，对，他就可以告诉自己说呢，我现在来讲，我这个巡弋的地方，我巡弋过了没有？我在巡弋的地方有没有危险？当我的可以慢慢的扩展之后呢，这些东西其实都在这个战场上面会非常非常的好用，而且更可怕的是，它没有人员在里面，所以就算受损了，只要说它的履带没有完全被破坏，它还可以继续走、继续战斗。所以 DARPA 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很有可能就直接放到战场上面来持续的运用。所以
它现在有这么多奇怪的它有东西，非常多奇怪的一个东西，甚至呢，在过去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说，在战场上面，现在来讲的话，还有另外一种，我们人类如果在战场之后呢，以前我们不是在1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看到拿火焰枪扫射，看起来很威，但其实你也容易伤到自己人，而且火焰枪射出去之后呢，这个烟雾，人类只要吸收到，大概撑不了多久就倒了。但如果你是把它绑在机器口上面呢，其实机器口早就出来很久了，但是呢，很少人有想到说，你上面把火焰枪给摆上去，它不怕这个烟雾，反正呢，它这个感测器只要装上去之后呢，它就长驱直入，直接送到敌人的正中里面去，打出来的这个火焰枪呢，距射程要多远有多远，产生烟雾之后呢，敌人就全部昏倒了。但是这只机器狗还活着，而且呢，大家知道这些机狗的加上火焰枪要多少钱吗？不用1万块美金，所以折台币只要30万。当这些东西把它弄到战场上面的话，其实现在打的这个都是新时代的战争。宇轩，最近这个礼拜大家都非常关心，哦，好漂亮的极光。可是我们其实地球是度过一劫了。对，宝仁哥，其实坦白讲，我也是受害者，因为那时候我看到我们讲《太阳时报》这个消息的时候，然后你知道我人在干嘛吗？我正在开车，就开一开，你知道多可怕吗？然后这车用整个导航瞬间就消失掉了，大概停了15分钟，你的车用导航没了。啊，停了15分钟，然后突然又显示出来。这没有解释嘛？它就是《地球时报》阅读的时候，我就有看到新闻，所以我心里面知道比较淡定。但你想想看，这个《地球时报》如果连这么日常的生活都会影响的话，它的层次有多广？当然了，你现在看到这些各个画面，你会觉得，哎呀，宇轩这看起来很漂亮啊，这都是极光啊，我们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其实各位讲，这是一个警讯啊，因为刚好这一次的极光它的特色都是红色。那宝德哥，你知道为什么是红色吗？为什么？因为红色代表说它的这个碰撞的粒子可能是氧气。哦，对，它根据不同的粒子，比如说有些是氧，有些是氮，它碰出来的颜色会不一样，就跟2极的不一样。你知道这个为什么会有到处各地都看到这种极光吗？理由很简单，原本极光只有在南北2极可以看得到哦，比如说就你现在看到这种画面，但你有没有觉得说，哎，不对啊，宇轩，的确这是极光啊，可是我记得南北2极的极光，它的颜色应该是五颜六色的，非常漂亮啊。那为什么这个颜色这么单一？因为理由很简单，这是外力介入，就是因为太阳磁暴太强了。导致说整个地球上的磁场跟整个放电效应大乱，所以其实各位你不要看这个漂亮归漂亮，吓死人！为什么？因为连我们的气象署都有跑出来警告这件事情。他警告说什么？说哎呀，我们这个侦测到这种最大的这种磁暴等级呢，跟这个太阳的日冕，就我们讲闪焰活动有关。所以请各位呢最好是注意一下。那为什么要注意？因为我跟你讲，1989年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一个非常离奇的事件。这样离奇，就是因为太阳磁暴，对不对？听起来没什么，对不对？它不是汽车导航。宝德哥，你知道它是怎么样吗？它是600万人停电9小时。就整个电力设备全面都瘫痪了。魁北克这个地方，加拿大那边停电了9个小时之久，而且再来2003年的时候，2003年的时候也发生过这种万圣节的活动啊。那个时候是出现什么状况？包括什么无线电啊，包括什么 GPS 啊、卫星啊。各位你想想看哦，那个时候在使用 GPS、在使用卫星的是什么？多半都是政府部门甚至一些军方单位，结果没有想到，连卫星都因为这个完全不可抗力的活动，导致非常严重的受损。宝杰哥，你知道有谁倒大霉吗？马斯克 ，Elon Musk。你说为什么？各位，马斯克最为著名是什么？星链嘛。我们刚才是跟你讲了一大堆星链计划多好用，但你不要忘了哦，星链在低轨卫星总共有几个在绕？6000个在绕。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他们刚好最近打上去49个新的卫星。哦，用他们猎鹰9号就打上去之后，你知道发生什么吗？49个里面有40个变成流星，卫星变流星。各位，你现在你看到画面，你想说宇轩看到流星快许愿？不是啊，那全部。所以这是2022年，当时伊隆马斯克丢上了40几个卫星，中间有40个卫星居然因为太阳磁暴的关系，在空中变成废铁，变成废铁了以后，居然就坠落到地表了。对，没有错。而且他们在预估各位，首先第一件事情是这样：2024年的时候，包括 Elon Musk 他也受到冲击、受到影响，整个低轨卫星大瘫痪。结果在2022年的时候更惨，它是40个卫星全部变流星。你看，哇，好漂亮啊！一座一座全部掉下来，就他们估计损失宝贝，你知道多少钱吗？多少钱？那时候发射技术比较成本还比现在，我们是以现在比较低的成本，至少15亿起跳。15亿台币就这样全部烧掉了，所以你就知道太阳。难怪伊隆马斯克是这么紧张。当然他已经吓死了，绝对进全方面红色警戒、1级警戒，好不好？各位，你没有感觉，但对他来讲吓死。但为什么会他这么在乎所谓星链？因为现在的星链在乌俄战场上至关重要嘛。包括伊隆马斯克，他现在 Tesla 整个已经完全被中国的车市场搞到崩盘之后，唯一的寄托叫做星链。而这个星链是它等于是包括跟美国政府甚至在世界各国能够当星链大王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最近出现一个新的消息，他竟然说什么？说以前是不是很多俄罗斯透过第三方、透过第三地盗用我们的星链？那时候我们还有阴谋论说真的吗？是盗用吗？还是有什么状况？是不是两面手法？结果现在伊隆马斯竟然跟美国联合达成一个协定，说，你看一下美国太空这个国防部太空政策副部长普拉姆竟然说什么？说SpaceX 是非常可靠的伙伴呐，而且快速创新对国防部有用的服务。换言之，他现在已经完全接受美国的调度跟美国的协调，把所有俄罗斯这种冒用的、盗用的、偷用的星链给中断服务。但山不转路转，最可怕的是什么？现在俄罗斯还是想尽办法、千方百计要渗透到这个星链。所以对于整个全球来讲，对于未来的战争来讲，星链已经不再只是所谓的低轨卫星，而是兵家之必争之地，非常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起，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道和。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周六周日决战关键，等你来上线。